很多人其實就是不知道，對勞工是一個很有幫助的項目。我有一個案件，我幫他申請到最高的等級，大概幫他申請了100多萬。今天我們下班經濟學邀請到的是社會福利政策的研究老師鄭正英老師。鄭老師你好。老師好。你好。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我记得引起大家的討論，就有一個朋友他一身故之後呢，就他們家人去請領，就他原來國保跟勞保他年資加起來28年，但是呢他居然有許多的錢沒有辦法請領回来，是到底怎麼一回事呢？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個案例哈，他的國保跟他的勞保年資加起來一共有28年，他是在54歲因病身故，但他退保事實上還更早之前，也就是在他49歲的時候，也就是在5年前就已經退保，他投保薪資是45800，後來呢，他的家屬也就是他爸爸媽媽去申請勞保，結果被拒賠了。那拒賠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他退保太久了，超過5年以上，這個是沒有辦法，所以他的父母親原先事實上就有在領國民年金的老年年金，是。那現在呢，因為這個勞工他原先是勞保的資格，他退保了，那就會自動轉為國民年金的被保險人，那這個也不用去辦任何的加退保，因此呢，他的爸爸媽媽就在想說，我自己都在領國民年金的老年年金，那我可不可以順便再領我兒子的遺屬年金？但這是沒有辦法的。為什麼？因為它是社會保險，所以它同一個保險裡面有2個年金的性質，它只能擇一，它沒有辦法2個都去領取。所以後來他就只能領國民年金的這5個月的喪葬給付，因為它的規定就是給這一個支出殯葬費之人嘛，所以就一定可以領得到的。所以一共領了98000多。如果他符合我們勞保老年給付的條件，18年的話，它的基數一共是前15年1年是1個月，後面一共是3年乘以2，每1年再多2個月，所以一共有21個月。那我們用45800去乘上21的時候，事實上它可以拿到有96萬多啊，但它沒有辦法，是因為如果它是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它的資格必須是他的年齡在55歲以後，年資有15年，再加上勞保加國民年金，年資加起來有28年哦。我們有一條規定是，事實上2個還是可以一起領這一個老年年金，但是他要等到65歲。可是這個勞工沒有，他在54歲就已身故了。老師，我想請教一下，因為這個案例會讓大家覺得說，繳了28年，也像是繳了一輩子嘞，可是最後都領不到嘛，所以意思是說他太早退休嗎？因為他49歲以後就不是繳勞保，改繳國民年金，然後才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嗎？因為當他沒有辦法工作，很多的勞工都是很正常，就直接辦離職，對啊，然後就相當於我們的勞保就退保。可是我們的勞保不是只有這一個老年給付啊。他還有很多啊，但老師他是49歲的時候就退休，所以他沒有繼續保勞保嘛。但是每個人可能會有自己工作上面的一些因素。那如果在那個時間點他沒有工作，他能夠繼續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續保他的勞保，讓他可能可以在未來拿到更多嗎？我們就先講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我們這裡所提到的離職在退保後的1年內，他可以申請勞保的失能一次金的部分。當然我們還有另外的法規。它叫做被保險人，如果他被裁減之前後，還可以繼續再參加我們的勞工保險的辦法。对。可是他必須是被資遣或裁減，這樣才可以。可是他不符合這個案例，他是罹患鼻咽癌，所以他沒有辦法工作。他在退保前也可能就符合了哦，只是他不知道。那退保後的1年內，假設他被認定為失能第3級，我們的勞保事實上失能給付算是很完整的一個項目跟等級，它分成有15級221項，然後鼻咽癌是不是因為它可能轉移到肺部啊等等，它不能工作，當然它也可能會有吞嚥的問題。好，那我們就假設它是符合我們的失能給付的第3級，那第3級的話天數是840天，我們用一次領來計算，它就是45800除以30，等於是平均日投保薪資，再乘上840天。這樣的話，金額是大概有128萬多。所以為什麼我們說差了將近118萬？是說如果早知道，就如剛剛您提到的，那我去領失能給付不就好了？而且還可以拿來治療啊，對不對？對。可是
最終因為不知道也錯過了，所以等於他最後的他爸爸媽媽領到的就是國民年金的喪葬給付，所以兩者相差就是差了將近118萬。是他等於是2個保險都選到自己最不利的理賠方式，这可以這樣說。對，像我自己就不太了解說，哎，這個失能給付，但是實際上很多人就以為勞保只有退休時候才能領。是的，是的。团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很多人來問我問題的時候，他們都只想到是不是要用去領老年給付哦，一生病就很想領老年給付。我說這件事情千萬不要這樣做，為什麼？因為我們這裡也有提到，我們的勞保不是只有老年給付，普通事故裡面它還有所謂的生育、傷病、失能、老年跟死亡嘛。那很多人都一直糾結在這一個退休的老年給付。好，那我們這裡就提到說，我們舉這2個最常看到，一個叫傷病，傷病顧名思義就是要生病或意外住院，從住院的第4天開始，然後前3天是沒有給付的，從第4天開始給付，然後最多可以給付到1年。好，這個住院都還算比較簡單。失能它就比較有困難度了，因為我們剛提到它有分成15級221項，然後有分成切器官的，另外一種比較有困難度的，它叫做機能失能。機能失能，對，這我舉例，其實就看我這2隻，那這個不能彎，就是也不是不能彎，它應該是某一節不能彎，對啊，某一節不能彎，僵硬的。对对对，這一節我們稱之為近位指節，然後上面這個叫做遠位指節，因為它離心臟比較遠。那我主要是近位指節不能彎，然後很多人都問說怎麼會是這樣啊？就不小心跌倒啊，不小心跌倒，然後骨折之後就變這樣。那在我們的勞保失能給付裡面，它這一隻小指頭就稱之為喪失機能，所以很多人其實就是不知道失能給付其實是一個對勞工是一個很有幫助的項目，事實上常常就錯過了，是還蠻可惜的。老師，所以我現在我是老公，我現在一邊在工作，可是我發生了比如說像是這樣的一個事情，我也可以一邊在繳了勞保的同時，一邊在申請這個失能給付。當然啦，因為我們的勞保它本身是在職保險嘛，我去申請這一些失能，例如說類風濕性關節炎，這個很常在女生會看到，它就是關節會變形，但他可不可以工作？他可以工作，他們還甚至都是忍痛工作，所以他可以繼續工作，他的勞保就不會被退保，但他可以申請失能給付，對他而言又幫助很大。對，所以我曾經有好幾個個案，我有一個案件，我幫他申請到最高的等級，大概幫他申請了100多萬。對，所以失能給付還是對很多的勞工是很重要的，对他們來說真的是不無小補。是。可是大家在想哦，就勞保跟國保，雖然我們剛剛已經討論很久，其實很多的朋友還是分不清楚。是我們的勞保，它有分成強制跟自願加保。那我們這裡講的是這個強制加保，就是15歲到65歲。如果你有受雇工作的話，那給付的內容它包含了生育、傷病、失能、老年跟死亡給付。好，那職災部分有另外的我們的職災保險的部分。那保費負擔，勞工自己要負擔20%，然後公司負擔70%，政府負擔10%。那國民年金的部分，它就有局限，它是從25歲到滿65歲，然後沒有參加其他的社會保險，因為以前就是有勞保、公保、農保、軍保，但家庭主婦他們什麼都不能保，所以至少現在沒有從事其他的社會保險，他就會跑到國民年金。是好，那國民年金當然就包含了生育、喪葬、老年年金、身心障礙年金，還有遺屬年金。負擔的部分自己要負擔60%，然後政府負擔40%。重點就是這兩個保險有投保勞保就不會投保國民年金。對，好，因為它就只能擇一。可是最後在請領退休金的時候，它是2個都可以請領的。我只要符合條件，它2個都可以。不過大家很好奇，我覺得因為網絡上討論最多的就是什麼時候領，
然後幾歲領，然後怎麼領，一次領還是多次領，對不對？然後請鄭老師來跟我們分析一下。我們這裡就假設投保薪資是最高的45800，年資呢是30年，然後在65歲請領。那一次請領的話，因為它就是有30年的年資，前15年1年是1個月，後面15年1年是2個月，所以加起來一共45個月，所以就用45800去乘上45，就有206.1萬。那每個月的部分呢，因為它是在65歲，65歲的時候事實上是不會有打折的，好，可是如果提早請領或延後，都會有不同的計算方式。好，那我們現在假設是65，每個月請領，它的方法就是用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乘上年資30年，再乘上1.55%，這樣算出來是一個標準，就是21297。當然一次請領一定是一開始領比較多，可是隨着每個月老年年金的部分領得越來越多，總有一天會贏過這一個一次請領的部分。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到達了第8年，它兩者的差異比一次請領大概少了1.7萬，到了第8.1年的時候就超越它了。所以我們都說基本上活越久領越多。對对对，所以從這張表上我們就可以看到，往後的情況每個月請領就一定會遠優於這一個一次請領的部分。那至於哪一個比較好，這真的都很難說。對，我覺得不好說，因為有些人看理財有道啊，他一次請領後直接去買了一個很穩定的標股，或是什麼的，一飛沖天啊。這樣的投資很有利。對呀，可是這很難說啊。對，对，我們來看這一張所謂的提早領跟延後領會不會差很多？對，好，所以以我們剛剛前面設定的條件，我如果把它提早到滿60就開始請領，那我們的規定是每提早1年要扣4%，所以提早5年就等於要扣20%，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打8折。可是我從滿60到65，這5年當中我就領了102萬了呢。對。好，那如果我是65歲才開始請領，那我滿65到70，那這個時候我累積下來是127.8萬。好，那如果是在更後面，然後我最多可以再延5年，到滿70再開始請領，從70到75，我又可以累積了153.34萬。對，所以這個就是因為有一個提早請領的機制，但是要打折；一個延後請領，但是可以有加計的效果。那至於要提早或延後，這個就要看每個人的選擇了。对，我們來看這一張圖表，它指的是說我勞保何時請領是最划算的。那事實上我們一共有3條線，一條線是滿60歲請領，一條是65，一條是70。那如果我們用60跟65這2條線來比較的話，滿65開始來每個月請領的時候，會在85歲的時候贏過從60歲來開始請領。那另外一個是拿65跟70來比較，70歲開始請領，他就要等到95歲才會贏過從65歲來開始請領。所以其實這都沒有一定的答案，因為你越提早請領，錢就每個月比較少，然後越晚請領每個月就比較多。那只是什麼時候可以追過而已。如果以現在台灣人平均壽命大概在74歲左右的話，如果照你說85歲算是一個才能夠超越的點的話，如果60歲提早開始領，實質上可能蠻高的幾率是可以領比較高的，是吧？應該是說滿60已經提早了5年，那至少你有先享受了，這也是一個可以去考慮的部分。是。可是呢，其實現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哦，他們並不是真的就是在一個企業裡頭上班嘛，像是呢，有些人比較斜槓啊，自己有開工作室啊。那到底在這個時候，你是用自己的公司，或者是保在一個公司比較好，或者是我就去職業工會來投保？好，如果今天投保在公司行號的話，當然就是。我覺得大家最怕的還是就是白繳勞保，因為其實我覺得為什麼每隔1-2個月就會出現這樣的新聞哦？所以到底我們會要注意哪一些那個重要的事項呢？好，所以我們這裡有舉出了3點，就是小心我們的勞保的老年給付被充公哈。第一點就是現在有很多人是到海外去工作的，所以受雇在海外的公司，因為我們的勞工保險它施行的區域當然還是局限在我們的台灣的部分，所以它並沒有涵蓋到
這個你是受雇在海外企業的部分。當然很多人還是覺得他不想放棄這個勞保的老年給付嘛。當然你繼續加保沒有人會查啦，可是等到你給付你要申請的時候，他可能就有可能會去做一些比對啦等等。對，好，那第二個是什麼？就是掛名投保，但你沒有實際的工作，你根本就沒有在工作，可是你想領老年給付，所以你就去參加。不然的話，我正常而言是應該要參加什麼？是參加國民年金，可是國民年金跟勞保權益不一樣，權利還是有差異的，所以很多人還是會想要投保我們的勞工保險，但他必須要有實際工作。然後第三個就是長期海外執行工作，他可能是台灣這邊派過去的，但他的薪資可能原先是台灣這裡來支付的，但後面就由海外來支付了。那這個可能都會有認定上面的問題，對，以至於他的勞保資格是不是就有可能會被查核，而最後被退保，就年資斷掉，對不對？年資斷掉並不是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的勞保年資一定是可以全部把它加總，但是這一種被查到的，例如說我從25歲開始上班，前10年是很 OK 的，我只是後面的那10年我沒有在工作啊，我跑去職業工會，那勞保局會不會全部都把你取消掉？是還不至於啦，可是你後面的那一段不符合資格的，他就把你砍掉了，那你的年資就會變少，然後你的投保薪資也可能就變低，因為你後面的那一段要請領，一定投保薪資會比較高。那保會不會再退還？當然不會，很麻煩哦，感覺就一不小心哪裡弄錯了，我就會少領很多錢。是，所以我覺得是啊，所以应該有專門的顧問公司帮人家处理事情。感謝鄭老師今天的分享，謝謝。